我有听说过在 Sloan 商学院读 MBA 的朋友们，可能寒假或暑假的时候，你飞到比如说奈及利亚去帮助那边的新创，去 build 到他们的新创公司。之前一起做 project 的同学，做到最后几天，好像还没有一个成果出来，然后我的同学就非常的焦虑到就是甚至跟我提议说，那还是我们要 fake 那个 number。我觉得来念书之后，以前会觉得事情不是对就是错，然后现在觉得说是一个 spectrum， 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在上面的一个点。例如说不会说挺核跟废核就是哪边好哪边不好，而是就两面其实都各有优缺点。那我们今天欢迎来宾杰瑞。大家好，我是 Jerry， 我有一个频道叫 Jerry Says Cheese， 杰瑞说笑，主要是关于我美商的生活，还有职涯的规划，还有海漂的生活。那之前我是在 MIT 念供应链管理，现在在做的也是供应链管理，我是在 Apple 做 Supply Demand Planner。田宁是 Stanford 的嘛，然后明燕是 Berkeley， 然后今天很荣幸邀请到 MIT 的 Jerry，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要比较这3所学校。那田宁跟明燕要自我介绍吗？嗨，我是田宁，2017年来 Stanford 念硕士，在一家软体公司担任软体工程师，这样，然后工作了大概快5年了。我是明燕，2017年来美国，然后在 Berkeley 念博士念5年这样，Double E 就是电机系。我现在在一家 IC 设计公司担任硬体工程师。我听说你们2个人称号的时候是什么？以前台大电机系的《神雕侠侣》，卷哥卷姐，一定是 Michael 跟你对不对？一起来到湾区读书。对，因为我刚好是双主修心理系，所以大学念5年，然后明燕她刚好最后1年当兵。你们那时候不怕就是没有申请到同一个地方吗？我们丢了很多就是重复的学校。我有 MIT， 那时候我们一起可以那个 Berkeley。Oh my god！ 所以你放弃了 MIT？Berkeley 不错啊。哎，他不敢说。就为了爱。要的，为了爱，对。是这样吗？好，那我们改天有一集呢，聊田宁跟明燕的爱。首先呢，要请大家分享这3所学校，你们的硬体设备怎么样？以校园来讲的话，我觉得就蛮四方正的，就是有点像台湾的交大。MIT 一整个三角形的中间有一个就是叫 Stella Center， 它是 Computer Science 的大本营，然后它的建筑就是真的奇形怪状，然后算是一点公共艺术的感觉。我觉得 Berkeley 跟 MIT 的一个特色是感觉你们学校跟城市的结合很深，就是感觉好像你在外面走来走去，然后就走一走，就会突然跑到 campus 里面去。这通常不是缺点吗？这是缺点吗？就感觉没有一个自己包起来的一个感觉。但是我喜欢的就是旁边就有一个查尔斯河，就是贯穿 Boston 的一个大河。MIT 有一些校队啊，什么龙舟那种比赛啊，也有一些体育课是帆船课。那是夏天才能滑，因为冬天会结冰。对，冬天会结冰。MIT 的这整个平面底下有很多隧道，就是冬天的时候，大家可能几乎都是走地下道。MIT 地下街。它旁边有卖东西吗？没有，旁边可能是实验室。还有你知道苏之峰有就是一个纪念馆吗？奈米 Building 吗？因为苏之峰也是 MIT 毕业。哦，对。然后张忠谋跟他夫人淑芬也有。淑芬很熟哎。以他们为名的一个。那你跟资分比较熟，还是淑芬比较熟？都不熟。然后 MIT 还有一个校园正中间有一个叫本能家 Lounge 的地方。它是会有无限的香蕉吗？对，就是买分种。之前住在 Berkeley 的那个 student couple housing 的时候，然后 Berkeley 它也有就是会给 village 里面的人就是免费的食物，是有点像是体恤，就是大家可能来念 PhD 的薪水就没有很高，大家可以去排队，然后他就可能就免费的鸡肉啊、馒头啊、玉米罐头，然后就是发给大家。但感觉 Stanford 就是免费食物这部分有点比较少。我觉得硬体设备很厉害的是球场，就是可能篮球场也很新，橄榄球场就是也都很气派，都可以免费，就是学生证刷进去就可以去看橄榄球赛、篮球赛，还会发很多就是免费的 T 恤，然后也会办抽奖活动。记得有一次就是还有在抽 Mac 一台这样，对，你就只是去看球赛，然后你还可以就是抽奖，我就觉得这方面还蛮厉害的。然后我觉得我们体育课也蛮厉害，像Jerry 刚才说有帆船课，然后我们也是有很多奇怪的体育课，风帆啊、攀岩，我们的攀岩馆也还蛮好的。高尔夫球。对，高尔夫球。要骑马。对。哇，还有骑马。我有修骑马的课。马在哪？
就是我们自己有个 farm，对，哦我想再补充一个，我不知道算不是硬体设备，但我觉得我们学校有个蛮厉害的是叫做 DISCO 的服务，学生他有那个受伤或者是你任何方面 disable， 你比较不方便就是行走的话，就是在前一天在学校的系统就是预约几点我会在这个宿舍，然后我要去哪个 building， 那一天就是会有高尔夫球车就是载你，然后把你载过去。然后晚上几点之后，你可以打电话叫他免费的一个专车接送。因为怕大家危险。我们有一条地下道是从一个图书馆下去，然后可以连到另外一个系馆。每年有一个时候，有时候快要期末考就会有裸奔，就真的是裸奔，就是女生没有穿内衣这样，然后就会从一个地方，然后你讲的好详细哦，然后就跑从地下道从另外一个地方跑上来这样。所以你也有去欣赏吗？好看吗？我有影片。那我这边吐槽一下 Stanford 的。好，你说吐槽硬体设备吗？对，因为我从港大来 Stanford 嘛，相比之下，我就觉得港大的对底层学生的资源是比较丰富的。Stanford 想要印的东西我都要花钱，但是相反在港大那边就有免费的学生 credit。就例如我们在港大的时候上 CS 课都要去写一些程式嘛，那就有一个 lab 可以用电脑，开放给所有的学生。但 Stanford 其实没有这样一个空间。哦，像台大就是有点像计算机中心的感觉。对，所以这点是我觉得还蛮惊讶的。补充一个，我们博班入学会每个人发一台笔电，然后就选最贵的，所以我觉得 Intel 还不错，花了大概快4000块买一台笔电给我，到现在还在用。而且现在还在，不用还给老师。不用吗？这边想要开一个另外一个没有列在访纲的问题，就是大家比较一下那个学费的部分。我是读10个月的 program，然后它是算3个学期，可是中间那个学期是比较短，大概1个月，1年下来大概8万美金。那田你记得我们 Stanford 的 semester 一个 quarter 是大概1.1万，然后我们1年大概上3个 quarter， 对，这样大概3万多。那其实很便宜，对不对？怎么那么便宜？申请上学校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真的会觉得说，哦，这个学校一听起来就觉得很贵，然后又是私校，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有在考虑一些公立学校。但后来问了学姐之后，就发现，那个价钱其实对外国人来说其实没有差很多。因为公立学校便宜，主要是给在地的学生。反正我们国际学生班 Stanford 是超级便宜的一个选项。那 Berkeley，你是 PhD 应该我没有付钱，但是我 PhD 上面那个 statement 上面会写说他帮我扣掉了多少钱，学费好像是1学期14000，他们是 quarter 嘛，3个 quarter， 然后我们是一年就是2个学期，那14000乘以2，2万8。但是对于本地如果是加州居民的话是7000块1个学期，所以大概半价这样。如果都念硕士的话，可能是 Berkeley 最便宜，然后在 Stanford， 在 MIT。对，好惊讶哦。对哦。那你们上学的时候什么学费减免的方式吗？像 Stanford 的话，我们可以做 TA 跟 RA， 然后整个学期就不用缴学费，然后外加还蛮优渥的薪水。我跟田宁都有当过。美国的学位都分一个研究型的或者是实务型的。实务型就像是 MBA 啊，或者是 Data Analytics， 也是要有工作经验来读会比较好。这种的话，通常不会再让你有机会当 TA、RA， 或者不准你兼实习，然后通常学费也比较贵，因为大家都是付钱来。所以大家觉得说，你已经工作过了，你有赚一些钱。对，也是。当时候录取是有一个5000块的奖学金，就是塞牙缝那种。我们 Berkeley Master 也是大部分是收1年的，我们叫做 Master of Engineering， 也是比较务实导向，不用写论文那种。课程压得比较紧，然后也不会有做研究的机会。或是台湾有分 grader 跟 reader， 帮忙改考卷跟改作业那种是不能够减免学费，但是可以拿实习。打工。对，或是学校餐厅可以当打饭的，然后1小时可能15块。那下一个问题呢是，请问你们都会参加哪些社交活动来交朋友吗？在海外的这种研究机构上学，很容易就遇到来自不同国家的人。Sloan 的商学院常常办什么日本周，或者是伊斯兰周，或者是就是不同的文化的一些 event， 每天真的都有参加不完的 event。那一届全部加起来，可能你在台湾同学会认识的大概有多少人啊？比较熟的10几20个。Stanford 也差不多，大概一届有10几个。但现在好像有变多了，我听学弟妹说，他们现在一届大概有30个台湾人。Berkeley 大概100个左右。那很棒，很热闹。我们有一个单位是 International House， 它一开始大家入学的时候会带大家来认识一下各种不同国家来的学生。Halloween 的时候，学校的宿舍就是有办 Halloween party。很多 MIT 的活动，每个宿舍自己有经费，然后都会不定期，大概2周或1个月都办一次活动，什么 party 啊，或者是 Halloween 的柯南瓜活动，
或者是卡拉 OK 大赛，就是以宿舍为单位，而且别的宿舍的人也都会去参加。Berkeley 基本上研究生没有宿舍，所以都是要自己在外面，就是在 Berkeley City 那个 resident area 自己去找。如果你没有主动出击的话，可能就比较难去跟外国人互动的机会。但如果住宿舍的话，我觉得学校会有一些安排，我觉得还不错。好，下一个问题是，你们会怎么描述你们身边的同学？ Berkeley 其实是 one of the 就是嬉皮的发源地，那时候文化就是比较随性这样，建筑物啊就是很随性，就是长得都不太一样，然后校园大家穿着也都蛮随性。像那个420嘛，大妈日，然后我们那天刚好去 Berkeley 就是玩一个台湾人的 Big Game，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在 Berkeley 的草皮上看到很多学生就在上面，然后就是可能搭帐篷啊，然后叫一些食物啊，然后大家一起在那边抽大麻这样，对。还有人订 free pizza， 然后就有一个桌子，然后摆说 free pizza， 然后大家会别人抽完大麻饿了就吃，好开心，感觉很放松的一个文化。在 Stanford 遇到的人，我都觉得大家真的就是自我要求非常的高，感觉都是 high achiever 那种感觉。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是有一堂课有一个作业，然后那个作业就是也很长也很难，所以我那时候呢就想说，好，我就是努力把它完成就好了。那完成之后，它最后就是有2题可能 bonus points 那种，你完成你可以再拿多一点分数。但我那时候就觉得哦，写完就好了，就是太累了，就直接交出去。后来那个作业的成绩公布，整个班的平均呢是可能105分这样。就等于说有超过1半以上的人就都有去写那个 bonus point 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大家为什么都这么努力这么拼？我也觉得我同学有一些这种心态，然后我反而有时候觉得这些心态有时候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像我举个例子，我之前一起做 project 的同学，做到最后几天好像还没有一个成果出来，然后我的同学就非常的焦虑，很怕最后东西都没有，然后 paper 写不好这样。然后我就一直说没关系，我们还有几天，我觉得可以 train 好。他就焦虑到就是甚至跟我提议说，那还是我们要 fake 那个 number。他就是可能会想说，为了表面上的光鲜亮丽啊，然后可能给你做一些手脚都是有。但是这个风气，所以你看 SBF 跟伊丽莎白那个 bad blood 都是 Stanford 出来的。它 fake data，SBF 是那个 Bitcoin 做虚拟货币交易所，然后后来现在进去要被关的那个，然后 bad blood 是 Stanford 大学部出来的。但这种都是少数啦，就是大多数的同学还非常聪明，然后非常认真。Stanford 的同学也蛮就是会求助的，就我觉得我们的 office hour 的文化也很兴盛，然后每一堂课的 office hour 都会有助教在那边给你问问题。我记得有一堂课，我跟一个美国人就是一起做一个 project， 在 train 某个东西的时候，我自己就是会很想要，就是很努力的把它就是做出来那种感觉，就我可能会把自己就是关在房间里，然后就一直做那种。我印象蛮深刻的，他那时候就是有点就算是说把我拉出来，然后就说哦，我觉得我们现在不要在这边就是 spinning the wheel， 我们应该就是直接去找助教讨论。那后来真的也是我们后来去找助教讨论之后，然后东西马上就是有了一点进展，就是我还蛮 appreciate 他这个心态，就是我们现在很努力，但是如果不行的话，就是也是记得要去找资源求助。觉得大家都可能觉得 MIT 的人都很聪明啊，聪明绝顶，然后或者是每个人都得诺贝尔奖那种。我后来觉得，身边的朋友都其实蛮朴实的，就是每个人真的都是很聪明，但是都不会光芒太露的那种感觉，爱内涵功，就是还蛮注重合作。因为学校也有一些创业的风气，很容易可以找到跨领域的不同的朋友，然后来跟你一起完成一件事情。那你们会常常跟 Harvard 的学生合作吗？会合作，尤其是上课的教授有可能就是 Harvard 来的，学分也是互相承认，所以有些人也会去 Harvard 上课，然后 Harvard 也会来这边上课。那你可以感受出来 MIT 学生跟 Harvard 学生有什么差别吗？因为 Harvard 比较贵气。MIT 很多那种不好听就是 nerd。对。很多。但是也不是那种成天宅在宿舍里面的那种，还是会跟人家讲话的那种。但是非常钻研，很钻研那个技术，很有热忱的那种。下一题是印象最深刻的一堂课。我们有一堂课是Product Management for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所以可能工程背景的人可以去上的一堂 PM 课。一开始的时候就会有5个 startup 的人来 pitch 他们的公司，每个学生就可以自己选择说，你这学期想要去哪一家公司去做他的 project。整堂课就是非常的产学合作。上课的时候你上到哪里，他的 project 就会是说，那我们要怎么把这个 skill set 应用在就是跟这个公司合作的 project 上面。我觉得最惊人的是那堂课最后呢出经费，
让我们可以就是飞到那个公司在的地方，然后去那个公司里面去做一个 presentation。那时候合作公司是在 DC， 所以学校就是出钱，就直接帮我们花机票钱，然后住宿的钱，然后 Uber 钱，然后吃东西全部报销，然后就让我们到那个公司，就是可以去跟他们的 CEO 去做一个 presentation。很惊讶，就是他们有这么多的资源，然后让这堂课让我们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但我觉得那时候收获最多的是，其实很多看似就是很遥不可及的东西，其实好像都没有这么遥远，因为我们只是一堂课的学生，但是我们现在竟然就是可以在这边跟他们的 CEO 就是 present。MIT 有一些 framework 也是有点像产学合作的 framework， 我觉得是在台湾读书的自己以前是没有想过的。像我的这个 program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这个 program， 每个人会被 assign 到一个 capstone project 的 partner， 然后在毕业前有点类似毕业论文，可是又只是一个 project， 通常是很多大企业去赞助的一个现实生活中在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里面遇到的问题，然后丢给学生去 brainstorm，然后因为我们 program 也会教怎么去 coding， 然后怎么样去解决类似的问题，所以就是还蛮有趣的，因为你真正在 solve 的 issue 是真的大企业里面会碰到 issue，然后很多大企业也会，比如说为了让你更能够快速进入状况，也会出钱机票钱、住宿钱，然后把你飞到他们总部那边。我有听说过在 Sloan 商学院读 MBA 的朋友们，可能寒假或暑假的时候，你飞到比如说奈及利亚。去帮助那边的新创去 build 到他们的新创公司，然后他们就是在可能奈及利亚玩了1个月，就是真的中间有工作，然后帮他们 set up 一些 management system。没有想象学校的课可以跟一个 industry 或是跟 reality 有这么紧密的结合。对。Berkeley 有个蛮有特色的叫做 Decal，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出来开课，然后那课的学分是可以算在毕业学分里面。像是我就听说有台语课。像我知道嘟嘟面那个 Eric， 他有去教台语课，其中1学期，我记得他有做过，但是我那时候可能都在忙研究，所以就没有去上那样。那下一个问题是，一开始对这间学校的想象，来了之后会觉得有落差吗？意外的是觉得不只是 MIT 啊，其他学校可能也是，就是身边有很多国际学生，然后你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国际的社会，有一个国际的视角的感觉。读书那年就是乌俄战争爆发，然后很多学生就是会那个 Stella Center 那边去抗议，可能你身边的同学就是乌克兰人。所以你会把自己的格局跟视角拉高到世界的这个层次，更关注一些世界上的一些议题跟脉动。觉得在这边，有可能是因为我是来念 PhD， 在台湾是念大学部，我就觉得在台湾大学部就是把老师给的东西一篇念熟，就可以考到你预期的成绩这样。那感觉比较像是人生的全能的训练，就是你除了研究所专业知识之外，博士论文究竟要写什么，就是要自己想题目，自己想 problem statement， 然后自己想 solution， 然后卡住要自己想说要怎么样，再找另外一个 solution。没有 organized 的知识，所以就是你要去学这样的 process， 其实蛮花时间，花5年去学这样。因为我觉得我个性也是走一步算一步，所以我一开始来的时候，其实也没有特别就是有一个想象的感觉，就分2个，一个是比较受到打击方面，一个是比较收获的方面。受到打击方面可能是功课的形式跟台湾的时候的功课还蛮不一样的。台湾功课就是你上课有认真听，你回去大概就知道要怎么完成那些作业。但是这边的功课非常的跟上课感觉是讲一个很 broad 的一个理论，然后可是作业却是要你把一个很实际的 project 做出来，然后那个 project 其实是你要花很多时间去自学，然后自己找资源，然后去把它做出来的。然后我觉得收获的部分，就像你也说的，我觉得有比我想象中可以更学习到更多元的东西的感觉。譬如说，后来在 Stanford 也有去修一些心理系的课，上骑马的课、PM 的课，就觉得在每堂课的时候都可以遇到不同领域的人，然后每个人可能又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然后每个人都有一些很独特的故事，所以是还蛮意想不到的收获。我自己的话，就是以前在港大的时候啊，我会喜欢一个人做 project， 如果其他人没有想要做的话，我会反而比较享受自己做。来这里之后，我觉得我应该要多学习的是怎么去沟通，就是你有一些组员，然后就算你可以自己一个人做，你还是要尝试去就是学习说你要怎么分配一些事物。如果别人不懂的地方，那你是不是可以帮助他？这种东西是未来在职场上很有用的东西。然后我觉得我在 Stanford 的时候有稍微转换一下心态，觉得这种就是一个突破我自己舒适圈的一个地方，感觉培养领导力的感觉。那你觉得是 Stanford 什么让你觉得你要有这个转换吗？我觉得反而是可能美国教育文化，大家喜欢就是一个会说话的人。下一个问题是你们喜欢学校的什么地方或不喜欢什么地方吗？
我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然后但唯一一个让我比较不喜欢就是波士顿的天气太冷了。我待的那一年大概有5个月都在下雪。我觉得真的是很 appreciate， 就是 Stanford 很多元，还有就是让我们赚钱的机会，就是可以当 TA 当 RA。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硕士那2年真的是生活很丰富，然后好像每一分每一秒都可以利用到最极致的感觉。那不喜欢的话，那时候硕的时候，我们刚好学校在盖宿舍，所以就是变成我们硕那一年大家都被就是赶出学校，然后我们没有宿舍可以住。然后现在学弟妹就都有宿舍了。念呢？可以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因为 Berkeley 的比较随性嘛，来自世界各地顶尖的人才，然后可以跟他们交流，就学到蛮多的，研究实力也都很强。不喜欢的部分应该就是治安，东西也不敢放车内，然后很怕被砸窗。就算在台湾也会有时候就会想一下，我现在在台湾所以应该还好。我看台湾的朋友，然后去上厕所，手机放在桌上，然后我都会说。你怎么可以放桌上拿走？就是带着这样，他就觉得很不能理解，学你怎么了？最后一题了，你们念了这所学校之后，对人生有什么改变吗？我自己觉得就是会多了一项独立去发掘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变成老板其实不太需要去 supervise 我，老板会觉得我可能不用在我身上花太多心力，然后让我自己可以 drive 一个 take lead， 然后去 drive 一个 project 这样。也有 open 自己的视野，知道国际上都在发生什么事。第3个是会 open to 各种不同机会，不是说就是在一个公司就是爬那个 ladder 爬上去，然后就可能会 open 就是想说，那我之后会不会出来创业啊，或者是去 VC 啊，或者是各种机会都会考虑这样。觉得自己的国际视野被提升了，更容易能够去接纳不同的声音。我在 MIT 那年有遇到一个中国的同学，我跟他蛮好的。有一天就真的认真问他：“你真的觉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吗？”情感上他觉得是，但他也知道说现实上有很多不同的因素，然后导致现在是不同政府在管。我听到也不会觉得怎么样，我会觉得说，我们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个表达，然后可以彼此尊重。蛮有共鸣的，就是我觉得来念书之后，以前会觉得事情不是对就是错，然后现在觉得说是一个 spectrum， 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在上面的一个点，然后所以就是每个人就要更接纳各种的观点。例如说不会说挺和跟废和就是哪边好哪边不好，而是就两面其实都各有优缺点，也会有很多中间的 solution。我觉得 Stanford 有 push 我去做一些超过自己本来以为的极限的事情。硕的时候就是当了 TA， 有 push 我去做一些我没有想到我可以做的事，比如说要在大家面前，然后就是用英文讲完一整堂课，然后或者是用英文一直就是 office hour， 然后教每一位学生，然后跟他们交流。现在想起来就会觉得说，竟然最后还是可以克服，也会让自己更勇敢一点，就会觉得说，有些事情可能一开始可能很可怕，但是专心去做还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第2个可能是我觉得因为 Stanford 就是也是一个非常讲求 entrepreneur， 然后大家创业的一个文化，因为看到身边很多人就是在创业啊，然后是加入 startup， 然后在探索一些新的科技的一些 idea， 然后就也会让自己觉得说，那或许有一天这件事可能就会变得不是那么遥远，因为以前都只会觉得是很远很远的人才会去做这些事情，那自己也会想到说，那如果以后有什么好的想法的话，也许也可以试试看。来之前就会觉得，毕业之后可能就是梦想就是进一些 Google 啊、Meta 这些大公司，这样子就是人生很亮丽的一个成就。但是反而现在觉得做创业的那些人真的超酷、超屌。如果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的话，那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贡献，然后就不会想要特别去追求大家都想走的路。非常谢谢 Jerry 来到 B 频道，就是分享 MIT 的一些经验。那如果对美商生活或职涯这类的主题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去杰瑞的杰瑞说笑频道看观看他的影片。海外生活不孤单，我们下期见，拜拜。